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来延续 Meshlicious 的组装影片。开始前，我先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支架，主要还是为了那根 DisplayPort 线材，因为我只有一个 L 型的转接线。如果我要把主机从3楼放到2楼使用的话，那我就要连着线带着跟着主机走，没办法把只搬电脑下去。所以我后来就画图，然后请外面做了3个铝合金阳极的 U 型的底座。虽然说我把这种垂直机壳硬是搞成传统横躺的 A4 架构，实在是有点本末倒置。但之前买垂直机壳的时候，我的 L 型 USB 接头也能加以利用。在这边做一个比较图，拍个影片给大家看一看，顺便大家来评评理，这个外形有没有跟 T1 类似这样。那由于没有锁点，然后在插拔 USB 延长线的时候都要移除底座，所以我这边只靠了简单的双面胶与重力固定。如果要用螺丝锁附的话，它底座其实有8个 N3的锁点，你之后也可以一样做一个 U 型的底座，这样试看看。但如果是要我这样子横躺的话，就要自己钻孔攻牙了。那如果你不想这么大费周章的话，由于 Meshlicious 它的显卡位置是可以移动20mm 的，移到最上层的话，大家其实底座只要再垫高个2公分，就不需要 DisplayPort 的 L 型线材。所以我在五金行找了一个小轮子，一颗18块，锁在原本底座预留那8个锁点上。那实际装好的样子就如图所见，看起来有点像是除湿机还是什么电暖器之类的东西。有没有致敬到 Mac Pro 就自己判定了，毕竟人家4颗轮子1万多块，我这4颗轮子才72块。讲到这边来补充一下 Meshlicious 的理线，那理线算是所有 ITS 玩家共同的困扰。由于机壳的 CPU 4+4P 没办法从主机板背面走线，所以我在 PCIe 的延长线跟显卡固定柱上面加了4颗1公分高的铜铸垫膏，用显卡的厚度来去换理线的空间。那实际的组装能够看到，像 CPU 的电源线、水冷的 SATA 电源线跟前置 USB 的线材，都可以来走主机板背面。那如果你像我一样多装了2颗2.5寸硬碟跟水冷的 SATA 供电的话，那我强烈建议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加个铜铸垫膏。那在机壳的后方，由于我有锁2.5寸硬碟，所以没办法加装风扇。但我觉得这空间真的要加也是可以的，但透气孔够不够，你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。之前有提到我那颗红魔6900在直立的时候，显卡会有温度上升的问题，然后它32公分也相对的紧绷。后来我换成技嘉的6900之后，长度就变成28公分多，那比较适合 ITS 机壳的组装。那实际实测直立横躺的温度差距也在误差范围内，再也没有虹膜会直立会直冲105度的窘境。那如果之后有人对我这个横躺的 Meshlicious 有兴趣的话，那你可以来跟我私讯一下。那或许我可以之后再组一个开放式机壳，把 Meshlicious 卖给大家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影片。那如果是有什么样子的交流，也可以让我知道一下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